图出镜，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众里寻一》。爱情，浪漫的说法呢，就是一种缘分；科学的来说，就是男女双方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今天晚上，他们是否能在对的时间牵手成功呢？让我们都怀着一颗祝福的心，拭目以待。掌声欢迎今天晚上的3位月老红娘，欢迎黄素芳、王璐江，欢迎李腾，欢迎3位。3位，其实我们说到爱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浪漫嘛。我记得有一首歌《最浪漫的事》里面说，他觉得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然后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哇！所以我请教一下3位，你们觉得浪漫啊，它是一种时不时的突然袭击，一种惊喜，还是一个就是缓慢的长期的厮守？我不喜欢那种时不时的惊喜，我喜欢那种常常会发生，就是它是一种小贴士。如果每天早上他知道我喜欢喝一杯咖啡的话，我一起身，咖啡就端来给我，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很细心，很浪漫。然后这种事情要持之以恒的，常常做，对，好过就是1年来一次什么生日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应该是长长久久的相处的时间呢，你一定要有这些比较小小的浪漫。不过1年至少1次2次呢，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哇塞，你这就都要嘛，就是都要，因为我觉得2个人相处啊，如果每天啊都平平淡淡的这样子过，很快的就会淡忘了热恋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浪漫就是源自于聆听嘛，就是你要仔细去听他释放出的一些讯息，比如说他可能讲说，我最近很想要吃某样东西，这件衣服好像蛮好看的，但是他觉得有点贵，不舍得买，就是很在意对方。对，我觉得浪漫是说突然间给他一个哇，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对，我是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同意，并不是说一到纪念日你就随便订个花，人家感觉你没有心。其实那个花再贵，未必有平时的一杯咖啡那么用心感动人。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欢迎今晚的3位有缘人登场。欢迎3位媒体首次亮相啊！先请3位做个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是 Julia 威玲，今年29岁，是一名空姐。我是威玲的红娘，她是一位非常有爱心、孝心还有耐心的女生，要多多的关注哦。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于宣慧，我是一名医美诊所的经理。我呢就是 Aries 的月老啊 ，Aries 他呢是一个真正的开心果，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大家好，我是 Veronica 怡君，今年26岁，目前是一名行政人员。好，那 Veronica 呢，她是一动一静，然后跟她在一起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惊喜哦。好，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3位有缘人来到节目当中。不过现在呢，先请你们去休息室啊，通过屏幕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掌声欢迎今晚5位男嘉宾出场。哇，这个好傻逼哦！这跟我一样适合我。我是泰勒黄文杰，目前是一名自媒体博主，也刚完成大学课程。我喜欢制作各种有趣的视频，自由地表达观点，坦坦荡荡，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自己。而我对每一件事都是以积极的心向前迈进，努力争取每一次成功的机会。我挺喜欢他的样貌。OK， 你们2个上吧，加油！哇！你的菜来了。哇，这个 OK， 这个 OK。我是 Jack 熊杰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我不完美，但不糟糕。我就像汽车一样，懂得掌控速度，掌控生活的步伐。当我遇到喜欢的事物时，便会快速的前进，达成目标。我的人生不必完美，但要精彩。哎呀，
Veronica 你的菜，不是我的菜啊。开朗随和、积极向上，就是我 Joseph 陈水明。目前还在修读大学课程，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我热爱跳舞，我坚信舞蹈真正的收获不在于掌握了多少技巧，而是收获了多少自信。自信更是迈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你很像爱玩型。我是莫俊熙 Jin， 很多朋友都说我个性坦率随和，但我不随便，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人事物，尽我所能做到最好。而我从来不约束自己，知足常乐，追求平淡的生活，简简单单就是最好的幸福。这个一定要给我喂啊，太瘦了。有点像当兵刚刚出来哎。个性独立且不多话的就是我 Aloysius 蔡国尧。目前刚完成了大学课程，还在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凡事竭尽所能，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完成每一件事。喜欢让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我满满的正能量。在众多里面，对吗？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最小的，就2号是吗？对。欢迎5位男嘉宾。他在出场的时候已经有个简单的介绍了啊，现在呢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刚才如果介绍当中需要补充的，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更好的让月老红娘了解你们。我们从 Taylor 开始。Hello， 大家好，我叫泰勒，我今年27岁，刚刚从大学毕业，所以我现在是个全业网红，也是个企业家。什么是全业？就全职了，主要的时间都花在网上，对吗？对。H 蛮 Q 的，有点可爱。为什么全职在网上做这些节目？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没有那个 outlet 去表达我的心意，还有我想说的话，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些想说的话全部把它放在网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 Jack 熊杰豪。我目前呢已经单身了将近快1年了，所以今天我希望我能找到那个 the right person。1年才1年而已。陆强为什么笑到这么大声？我单身将近快1年了，你是不是那种？还没到1年。你是不是那种 serial dater， 就是无时无刻你都得跟一个人在一起的，你不能独处的。问到重点了。对了，单身1年对你来说，你周围有没有人给你压力说还单身？我上一任其实伤得蛮痛，他是韩国人哦。第一次交外国女朋友，我是非常的开心兴奋。可是过了差不多5到6个月之后呢，我发觉到可能性格不一样吧，而且他是年龄比我大3到4岁，被甩的那一刻，到现在都还在痛。那可能他就不喜欢姐弟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 今年25岁，然后有双眼皮，你看得要仔细哦，你喜欢双眼皮的。我是个新泰混血儿，爸爸是新加坡人，然后妈妈是泰国人。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会泰语吗？一点点。如果你要撩妹的话哈，你会用哪一些词汇？Pomla kun， 对，哦，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你很可爱呢？可爱的啊，拿什么呀？你下一个拿就是装可爱、撒娇的意思。我觉得他还蛮有那种安全心的，就是那种花花公子的路。嗨，你好，我是 Jin， 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可是你认识我的时候，认识我后，我会很热，你会觉得我很烦，很热，可是那种可爱的烦。是吗？我现在就觉得你很烦了。其实我想问一下，哪一种方面的烦呢？话多，因为很唠叨。我去买菜是1毛钱都要省的那种。看得很活泼。对。Hello， 我是 Aloysius， 业余模特，喜欢打曲棍球，
我也喜欢逛街，因为我对时尚这方面很有兴趣。这样逛街，他可以帮你拿包吗？陪你逛街那比较重要。他陪我逛街的时候会不会顺便帮我付钱？哎，你们对姐弟恋的看法怎么样啊？问到我们的问题了。哎，你们对姐弟恋的看法怎么样啊？问到我们的问题了。接不接受姐弟恋？接受姐弟恋。你可以接受到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大你多少岁 ？+6 -6，没有 minus 就是 plus 啦。所以你可以 try 到33岁的啦。对。我们都在范围内。对。如果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女生在一起啊，你会比较担心的又是什么东西？担心的是她比我成功，因为如果她太成功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的那个 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感。对，自卑感，觉得好像配不上的感觉。Jack， 我能接受年龄比我大6到7岁，比你大3岁都不成功了，还要3岁。姑娘说的好。你看现在小鲜肉都喜欢比较大、比较成熟的女生。我认为男生应该要照顾女生，所以我明白他的意思啊。无论年龄多少，心理上还是很依赖他的。对，我能接受少过30岁的。我可以接受比我大3岁的女生30啦，因为我是那种比较想去照顾你的，不是你来跟我压我下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她的性格比较女强人的话，我会招架不住。所以他是比较喜欢照顾女生那个男生。这个我 OK， 这个我 OK。我最多可以接受大我2岁，因为我怕会有代沟。代沟？差2、3岁怎么会有代沟？其实老实说一句，年龄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像我有些朋友比我大5、6岁的时候，他们谈话的时候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是，他们在谈 investment， 你在谈cosplay， 对不对？没有，我在谈恋爱。幽默，有点小幽默。OK， 谢谢。来，还有2位有问题。我想问的是关于你们对这个 dating 的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嘛，他们觉得 dating 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是忠于一个伴侣，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就是谈恋爱阶段，可以有很多的女朋友一起 date。我不会乱去 date 女生，除非我对她有好感。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得谁是谁。这个一听就知道是有经验。你有能力去记得不同对方的很像爱好还是喜爱的东西，还 OK。可是如果你做不了，就 stick to 1%。他不反对，但是你要会做啊，对，不要穿帮，不要伤害对方。对，是吗？对。OK， 我觉得呢 ，dating 1对1的话，我会给那个人一个 probation period。我觉得这个 probation period 很重要，因为我自己也会给 probation period。你这个时间是给你自己对吗？对，就心理2个人这样互相认识，然后3个月过后，如果还是没有什么进展，那就 OK 换下一个人。现在年轻人好理智哎。对，我本身是比较不赞同的这个 probation period。因为我觉得是靠感觉，然后靠互动。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找别人的话，我们只是 friends。那你会不会像 Joseph 这样给一个时间呢？对了就对了，你不用给时间啊。对啊，这个很好，触动到我们了。好，刚才各位优秀的表现，3位有缘人在休息室都看得一清二楚哈。现在我相信5位男嘉宾非常急切的想知道3位有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请今晚的月老红娘分别做一个介绍，你们听一听啊。我的有缘人1号叫 Julia，Julia 她是一名独生女，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空姐。然后她说她想当空姐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很想带爸爸妈妈旅游。然后她也跟我说，因为她非常喜欢小朋友嘛，所以她也可以帮忙这些搭客呢照顾到小朋友。从她这样的分享，你可以知道她很有孝心、很有爱心的一个女生。她的爱好呢是她很喜欢听歌，然后她会弹钢琴，会拉2胡，所以这个女生我非常的喜欢。留给你儿子了。那个年纪太小了，不登对，有没有？她现在非常适合你们在座的5位 ，OK？
我的有缘人，他的名字叫做 Aries。然后 Tyler， 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了你蛮喜欢吃的，所以我要跟你讲 ，Aries 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厨师。What is a better way to show love through food？他口水也是要流出来的。Oh no！ Jack， 我知道你喜欢唱歌 ，Aries 不只会唱歌，他还会弹那个 guitar。Joseph， 你喜欢跳 K-pop， 我要跟你说 ，Aries 他也会跳舞。Jin， 你特别烦，对不对 ？Aries 他不会觉得你会烦，为什么呢？他会跟你一唱一和，她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是一个开心果。等一下，她一定不会打曲棍球，你不要骗。Aloysius， 当你在打曲棍球呢 ，Aries 呢，他会陪你一起去打，因为 she is also very athletic， 她最喜欢 long distance hiking， 她甚至呢也会去 camping。最重要的一点来了，她呢现在是一个 beauty salon 的 manager， 所以呢你们要 botox 什么，她都可以帮你们做。太厉害了，非常5个全部都被吓到，你看他的脸。我觉得感情还是看感觉啦。那我自己观察 Veronica， 她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就是她的外形很清秀，而且是属于耐看型。她是有一个家族，所以凝聚力都蛮强。工作非常的稳定，是8 to 5， 1到5，然后周末6日都是有时间的。所以8个礼拜会有时间陪男朋友。我为什么说她一动一静？因为呢，她也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她空余的时间，她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射飞镖，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把他留到最后，至少看他的脸啊，我觉得。看一点照片好不好？稍微具体一点点。等我一个。1号 Julia， 看一下她屏幕。哇哦，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人家说这个3岁看大嘛哈。家里会拍这种照片的哦，都是比较爱家的感觉的。居家的照片，居家的照片，他不是在户外拍啊？那是他爸爸妈妈的感觉吧？他还这么小，就是家教啊，我觉得就是家教。对，他说的真对，跟我心灵相通哎。不错啊。我心里有小鹿乱撞的感觉。我们看看第2位 ，Aries。Aries 好可爱，来看出什么来？很 homely 的感觉，好像很想回家抱他的那种感觉。对了，我是很喜欢在家的一个人。Imagine 你一回到家哈，那可爱的人看到你，今天要吃什么啊？这你说的。问一下5位男生，如果你一回家，女朋友就是心想吃什么，会不会加分？不会。他有这个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喜欢？因为我想。我是那个煮的，你坐在那边等我煮给你吃。有口福了我们。也就并不是所有男生都很在意这一方面。我不想他的手会粗这些，不要。就坐在那边等我煮给你吃。真的吗？这个不一定啊。你问陆江，会煮饭的女生手一定很粗吗？错啊。没有啊，我的手很漂亮 ，OK。讲 manicure 好。其实他多洗米，他的手会更滑，因为有很多 Pitera。我们看看第3位 Veronica， 给人恋爱的感觉，女生头发很短好像一个小男生就觉得他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因为你看照片的时候，他很像在找东西的感觉，好奇心很强，所以好奇心比较强。他是很爱尝试新鲜事物，没错。他的五官很好，他的鼻子很挺是吧？好，大家看过一个精心挑选的嫩照，小时候的照片，也听了这个有缘人的详细的一些个人资料。现在要请5位男嘉宾打分。我会选3号的 Veronica， 因为她的童年照比较吸引到我的注意。她的照片让我感到很亲切。1号，我从她照片看起来，她是非常的清纯。觉得2号 Aries 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们不是说她很会煮饭对吗？我喜欢吃，所以觉得她比较适合我。这一次的众里寻一，我们给得分最低的那位有缘人一次申诉的机会。待会儿他可以打电话给他的代表红娘或者月老做一些补充，然后呢再让男嘉宾打多一次分数。第一次得分最低的那位有缘人究竟是谁？喂 ，Julia，素芳，是的，是你啊。
请你帮我跟男嘉宾讲，孝顺是好事嘛，那我也能够孝顺他的父母亲。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知道所有国家好吃好喝好玩的哦，所以我可以带他和他的父母出国，希望他们把我留到最后。谢谢。Julia 说呢，孝顺是一件好事哦。他不只是孝顺他父母，他可以孝顺你们的父母。然后他当空姐呢，他知道很多地方好吃、好玩、好住的，他可以带你们的父母一起出去玩呢。不是，你可以讲的更好一点，不要恐吓。我没有恐吓，我很激动，因为他很激动的跟我说。呀，他真的很激动，我听到。She sounds like Jin。OK 啦，他说他的父母是做雪糕生育的，所以你们要吃雪糕，他也包了。好了，大家也听过了补充啊，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再次看看为难嘉宾是否做出一样的选择，还是有所改变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众里群，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刚才呢，这个得分最低的是 Julia。那经过申诉之后，会不会有改变呢？先让5位嘉宾跟3位女生直接做个声音的交流，有什么问题赶快抓紧时间问。我们从第一位有缘人 Julia。各位男嘉宾好，我除了热爱旅游，也是个吃货。因此每次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当地的美食好吃的哦。所以希望呢，能够和你们有机会一起去体验。谢谢。你好，我是2号的 Jack。如果给你选，你比较喜欢运动型还是比较喜欢会煮菜的男生？我喜欢一边运动一边煮菜的男生。很难做到。什么叫？我只有2只手哎。如果2选1呢？那我比较喜欢就是会煮，因为会煮的话我也会下厨，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在家里的厨房一起下厨啊。你煮一道，我煮一道，对吗？我是3号的 Joseph。你好。那你飞了那么多国家，你最想要跟另一半飞去哪一个国家度蜜月？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会留一个国家给度蜜月的旅行。那马尔代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度蜜月的理想地点。哦，我的天哪，怎么你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真的吗？你留的是哪里？马尔代夫。你们不选的话，Ryan就选他了。我什么地方都去过，只是没去马尔代夫。这个很浪漫，你不觉得？就心里留一个这样一个地方。对。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大过实际的作用嘛。是。我是4号的 Jin， 我想问你，结婚后你要你的父母跟你住，还是我的父母跟你住？我不介意跟男方的父母一起住，我也不介意跟我父母一起住，这是看两方相处过后的一个就是情况。那如果两方的家长都一起住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两方如果合得来的话，一起住是个利多于弊的一个方式。对。这个有意思。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觉得双方父母在一起利多于弊呢？因为毕竟亲手培养长大的孩子，他们最了解嘛。如果我们有一些摩擦的话，他们也能够调节一下，作为我们的中间人。君，你刚才说你是比较大男人，在这个方面，你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希望两方的家长都一起住，因为我都说过，我喜欢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如果越多人越好。好，你是喜欢大家庭的。对。谢谢。第2位。Aries， 大家好，我叫 Aries， 我本身很热爱烹饪，然后自己也很喜欢动物，家里有一只鹦鹉。有一只鹦鹉，女生养鹦鹉，还蛮少见的哈。来，几位嘉宾。你好，我是1号的蔡乐，想问你，你觉得你的优点是哪里，还是什么？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很搞笑，很搞笑，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度过难关的时刻，然后身边要有一个人能够带你微笑。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个笑话吗？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笑话，可是我觉得这个会被删除。这个就很好笑，这句就很好笑，这个就很好笑，可以了，讲到这里可以了，基本上都笑了啊，都笑了。我是3号的 Joseph， 你听起来很有自信，所以我想问你是否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还是一个现实的人？我是一个很有理想，但也很现实的一个人。要赚钱的时候，我会全心全意的去做好我的本分。
可是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可以住在一个屋子，然后我可以种菜，我可以养鸡，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一个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就可以拍一些我在家里做菜啦，做一些手艺的东西。我可以帮你啊。也可以啦。我可以帮你拍 YouTube video 啊。哎，很好哎，我最讨厌就是 edit video 了哎。哦，我也是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啊。OK， 可以。泰勒一定要让他知道是你，他不知道是你啊，因为突然间我是1号泰勒。第3位 Veronica。男嘉宾们好，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女生，喜欢尝试新事物，希望有机会能和你体验人生。我们看到刚才的照片，他确实很好奇。好，请发问问题。你好，我是2号的 Jack。Jack 你好。你说你会打羽毛球，是你有去训练吗？还是业余？我中学的时候是羽毛球校队。哦，因为我之前是代表吉隆坡到国外比赛。真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唱歌。OK。还有问题吗？我是5号的 Aloysius。Aloysius 好。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会去逛逛街，去走走看看新的东西吗？会啊。我不是个宅女，所以我比较喜欢出去外面。那假如说男方在店里面花很多时间，你会觉得很不耐烦吗？15分钟学一样东西算多吗？我觉得15分钟太短了。太短。通常在一个店里最少待30分钟。30分钟还可以接受，我还可以给你意见。你好 Veronica， 我是1号的 Tyler， 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哇，我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跟我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能够 give and take 的。有会飞镖的吗？5位？没那么厉害。没事，你把你的飞镖丢进我心里就行了。好，现在再一次请5位男生打分，不知道这次最低分数又会给谁呢？我心情其实非常紧张。我觉得我可能是最低分的。第一个回合应该就是我了。马上来看分数比较低、无缘牵手的这位有缘人，他就是Julia， Julia 被淘汰时，讲实话有点的惊讶，因为我其实给她的分数是蛮高的。走饱了呀，你们。你会觉得还是你意外吗？还蛮意外的。蛮意外的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改变啊？对。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哪位男嘉宾你愿意交往看看的话，你会选择几号？我觉得都可以做朋友。那我觉得5号可能个性方面比较适合我。哦，是的。我觉得被淘汰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生，而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男生，所以我们2个人的性格可以比较互补。你们走饱了，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旅行哦。好，再次谢谢，谢谢，祝福你。好可爱哦。其实我觉得，素芳已经为我做媒，而且努力拉票了，但可惜各位男嘉宾还是没有看到我的优点。那么目前呢，还有2位有缘人，究竟今天晚上谁将会最终留在舞台上？广告过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剩下2位有缘人，我看5位应该很期待哈。马上有请2位有缘人登场。站稳啊，站稳。哇哦！当我看到3号转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哇，她真的很美啊。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出一道趣味题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彼此增进一点了解，好不好？来，我们看题目。心理趣味题，一瞬间你马上这个画面你会看到什么 ？A. 牙膏 ，B. 牙刷 ，C. 女人。
好，我们先问这个2位有缘人吧。Aris，牙膏。Veronica。B 牙刷。牙膏、牙刷哦，女人大概不会第一时间看到女性的，我不知道。问一下几位男嘉宾。我看到女人，我就看到那个好像看起来好像头发的样子。没错，来 Jet， 我是看到牙膏，Joseph，我看到牙膏、牙刷。C 女人。嘉宾呢？我看到不明物体，原来是一个女人来的。男生看到女人啊。牙刷。李腾呢？也是牙刷因为那个蛮明显的，蛮大的。我们来看一看，看到牙刷、牙膏或者女人分别代表什么？看到牙膏的，在别人面前总是表现坚强的一面，替人着想。哦 ，Aris 看到牙膏的是吧？对。你觉得有没有一点道理啊？有一点点啦，还好。我们看看 B， 看到牙刷的代表什么？你是个浪漫体贴、细心关爱自己所爱的人。Veronica， 刚才从头到尾比较没有表现这一面。不过我觉得还挺有讲到，还挺对的哈。我们看看 Tyler 是看到女人，跟 Brian 一样好，看一下来，刻苦努力，爱恨分明，对喜欢的人特别好，有没有道理啊，Tyler？差不多啊。好，为了让5位男嘉宾最终做出比较理智的选择，我们请到一位心理分析达人现场，再让你们增进一步了解，好不好？掌声欢迎 May。在节目开始，你就一直在关注整个过程哈。你给我们5位男嘉宾大概再分析分析你眼中的2位有缘人。第一是 Aris， 表面上他好像是很外向又很开朗又喜欢搞笑的性格，他其实对别人的需要很敏感，很会关心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度过难关的时刻，然后身边要有一个人能够带你微笑。Veronica 分享了她的工作时间是蛮固定的，她很愿意付出她的时间去陪对方。8个礼拜会有时间陪男朋友，这也是代表她对谈恋爱真的是很认真的。好，谢谢。现在呢，我们要请2位这个红娘月老的现场出一道情景题，我们再来大家探讨一下。好不好？来，有请陆江和淑芳。好，芳芳啊，第一次约会，你想要做些什么呢？随便。那你是想说，找个地方吃个东西，或者是去看个电影呢？随便。那如果是吃东西的话，你想要吃什么呢？随便。那如果说是看电影的话，你想要看什么电影呢？随便。你什么女人啊，那么随便？回家啦。好，谢谢。谢谢2位。实际上就在探讨第一次约会，比较期待会做一些什么。来，我们问一下2位有缘人 Aris。我会跟他讲，surprise me， 给我一个惊喜。如果他决定他要带我去看电影啊，决定要突然间坐船出国，我都 OK， 我是 passport ready 的。我不 OK。第一次约会你就要求 surprise 你，带你出国，去开房。男生你们会这么干吗？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不是我安排的东西，我不会有期待。就是基本上第一次约会，对方安排就好。对，因为如果我会答应跟他约会，就是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我都会开心啊，所以我觉得 OK。只要对的人做什么不重要。对，这样我们先听May跟我分析分析。好，其实 Aris 他有可能担心麻烦到对方，最主要他是要给另外一方方便，就展现到他真的很体贴。Veronica 会不会有坚持？没有坚持啦，但是如果他要带我去唱歌的话，我是不介意的。还是唱歌。3号呢，我非常的喜欢他，是因为他喜欢打羽毛球和唱歌，这2点是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东西。Veronica 就很有趣，因为她虽然是说我也随便，然后最后就说其实我喜欢唱歌，对，有主见的。对，她很有主见。其实这样也好，因为一个女的她要是不给 ideas， 她不给一点 concept 的话，变成男的会很压力，反而不知道做什么。是啊，我请教一下几位嘉宾。在这种前提下就不太了解啊，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们比较希望女生给你一个建议，还是你们觉得我来安排？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安排。
安排之后问他的想法，他的看法，这个有区别的，对不对？对。如果说你问他说随便，我就安排，安排。如果你安排问他说不太喜欢，能不能改？能啊，一定啊。已经就改，哎，这很好弄啊，真假的 ？Flexible。好的，哎，这很有趣。Jack， 你会是什么选择？第一次约会应该是男生来安排吧？你会考虑到对方的需求吗？看他的表情吧，看得出他是比较喜欢唱歌啊，还是吃饭，可以看得出的。Jack 是有点不一样，他不会先问那个女的，已经出门了，已经活动开始了，你再去看他的表情，是这样吗？是，没错，是啊。我呢，我是第一个东西是我选择，其他的让你选。什么叫第一个东西？就是我第一个东西就叫吃饭。吃饭可以看出一个人很多的问题。吃饭能看出很多东西吗？比如说，通常拿叉跟拿筷子都是这样嘛，有些人拿叉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你就感觉很拿汤匙，我看过有这样的，不行。你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吗？女生有哪些东西让你觉得特别受不了？不管这个人多好，吃东西很大声。OK， 还有没有带纸巾？没有带纸巾也算。不是，我可以吃饭之前，我觉得一定要擦那个汤匙、筷子那些才开始吃，因为卫生嘛。哇塞，我宁愿你用那个工具。哇，是很讲究的。我以为只有我哥哥会做这种事情。好，你哥也是这样的。Veronica 会有压力吗？遇到这样的会有点压力，很像第一次出去就会被从头观察到脚的感觉。君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是在找对方的问题吗？这个是你的 top priority 是吗？不是我的 top priority。可是如果你不可以接受他的 flaws， 你就不可能接受他的最好的一面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他的 flaws 都看完了，你就其实没有那么差，然后就继续下去。我觉得吃饭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一定需要的事情，是，所以我是不介意第一个约会就去吃饭。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话，那就算了。哎，这个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你而随便改变了啊？对。好，非常谢谢妹，感谢我们的心理达人为我们现场做了一些分析啊，我们大家做了一些讨论。那现在呢，又到了5位男生要打分的时间了。2号 Aries 非常的有自信，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女生。3号的 Veronica， 我觉得她蛮有个性的，可是她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她比较需要被保护的那种。今天晚上2位有缘人当中，又有哪一位会被淘汰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Aries，谢谢。哎呀 ，Aries， 我觉得这5位男生没有人有福分享受你的美食，享受那一份体贴。如果今天晚上有机会让你留下来，你愿意跟谁尝试进一步呢？应该是Tyler吧，因为他会做 content，video 很重要。好，再次谢谢你的参加，谢谢，祝福你。好，那么现在呢，场上有缘人剩下的是 Veronica， 究竟今天晚上她会和哪一位男嘉宾牵手？牵手能否成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宋雨晴，欢迎来到现场。我每一次一看到有缘人手上拿着玫瑰，我就很开心。做主持人嘛，总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好事不断哈。当然选择还是在你。在你做出选择之前呢，你现在可以有一些问题问问男嘉宾。我想请问各位男嘉宾，你们会送女朋友什么生日礼物？就第一次哈，第一次女朋友生日啊，会送什么礼物？泰勒我会送她一个洋娃娃，因为我想让她感觉到我虽然不在她旁边，但是我的灵魂在她旁边。哇，这么恐怖啊！我跟你讲，那个洋娃娃眼睛是个 CCTV， 监视你，好可怕。好不好？这是他的想法吧，蛮可爱的。我会送他任何东西，但是 based on 他的兴趣，但是那个东西必须要是我亲手做的，不是用钱买的。OK， 心意。我会自己做蛋糕，然后到他面前唱生日歌，然后 wish 他 happy birthday。你会做什么样的蛋糕？是真的会做啊？
哦，不会，去学。讲容易啊，这是你想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对不对？对到时候会去学。君来，我不会送礼物哎，反而我会煮给你吃。我觉得反而那也是礼物啊比较有意思啊。哦，因为生日餐不喜欢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是不需要的。也是一个想法了哈。来 ，Aloysius，其实我也是不会怎样去买礼物，因为假如说有一天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他看到那个礼物，他会想起那天，就觉得那个感觉有点怪怪，所以我宁愿带他出去吃。这个想法很诡异。当然，这个无所谓正确与否。你觉得你第一次生日，你希望看到男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其实我还蛮希望吃到他煮的一顿饭。哦，意思有点浅浅了啊。好，我们再听听你的推荐人啊，是有什么想法？其实我综合了5位的发言呢，我觉得其实2号 Jack 的兴趣跟Veronica 蛮接近，喜欢打羽球，然后又喜欢唱歌。唯一的致命伤是年龄稍微有一点距离啦，所以这个就要看 Veronica 你愿不愿意去跨过这道障碍。但是君方面，我觉得在家庭观要一起生活这一块蛮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你刚讲吃饭那个也是会吓到一些人啦。但是我觉得不可能100%契合，这个都是在一起之后可以再调整，相互磨合。对。还有2位呢，陆江，我觉得现在呢，你应该是随便选一个，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吃了饭你就知道了。那不是说跟5个人一起吃个饭就可以了？是。素芳，感觉上这样子演员这样子看的配搭的话，Jin 是比较适合的。我相信现在所有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心里大概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最终结果怎么样？时间交给你。哇哦，紧张的时刻。哦。我觉得 Veronica 会把她的花交给 Jack， 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蛮配的，看起来外表蛮登对的。其实 Jack 他的兴趣爱好跟我很像，他又会唱歌，又能打羽毛球。我非常期待3号 Veronica 会把花交给我。哎呦哎呦，过了 Jack 了！哎呦哎呦，过了 Jack 了！是吗？难道是？结果他就交给了 Jin， 然后最后是失落。2位互相表白的时间来交给你们。Jin 你好，那就通过各个环节就觉得你跟我的性格各方面还挺相配的，那是否有这个机会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你？如果他要带我去唱歌的话，我是不介意的。哦。我觉得从开始我对你的印象就蛮好了，你的声音就是我喜欢听的那种声音。我觉得吃饭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一定需要的事情，是，所以我是不介意第一个约会就去吃饭。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话，那就算了。哎，这个有道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吃饭先才从那边进一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或许不能配对。好，谢谢。好，谢谢Jin，谢谢 Veronica， 谢谢2位。好可惜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对2号的印象最深刻，因为他的外形各方面都是我在找的阳光型，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所以我才选择4号。我没有选择3号的 Veronica， 是因为我觉得暂时我们就当朋友，接下来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才看我们有什么发展吧。缘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一餐饭可能注定有缘，也可能从此无缘。无论如何，还是一句老话，无论牵手是否成功，希望众里寻一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平台，在这里相遇相识。假如你已经有了有缘人，好好珍惜它。好，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的3位月老红娘，谢谢5位男嘉宾，还有3位有缘人，感谢大家收看，下周同一时间记得众里寻一，晚安。稍后请锁定 Yes933的夜夜不打烊，分享更多故事。欢迎今天晚上的3位月老红娘，你觉得要求对方好吗？这样做？你不是说要求他改啦，当然他知道说你这样做可能我不太舒服。如果你那样做的话，我会非常开心。欢迎今天晚上的5位女嘉宾闪亮登场。
我想问你有什么坏习惯吗？我不赌、不抽、不喝，也不去夜店。哦，真的呀？是啊。请问你谈过几次恋爱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是我随便起来不是人。分数最低的那位有缘人，哇，被5位女嘉宾残忍淘汰的是谁？他就是